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频道，我是 Z， 我是 Winnie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这支影片呢，是关于一些卖房的知识。那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什么卖房的小知识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RPGT， 它的full form呢就叫做 Real Property Gain Tax， 华语呢就叫做产业盈利税。马来文呢，因为这里是马来西亚嘛，就叫做 Cukai Keuntungan Harta Tanah， 也就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主要的房地产税务之一。简单来说呢，之前如果你有买一间房子，它的价钱在你现在要卖出去的价格是高出你当初买的价格的话，中间所得到的盈利呢，将会被马来西亚的税务局 LHDN 所征收的税务，也就是这个 RPGT 啦。可是如果你在卖这间房子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利润的情况下，你就不需要去缴付这个 RPGT。没有赚嘛，如果反而那些还亏钱的话，这样怎么可能还要再另外给 tax 呢？那这项税务呢，是在马来西亚的1976年产业盈利税法令 Real Property Gain Tax 1976底下设立的。政府在1976年呢推出这一个法令的原因呢，是为了要制止房地产的投机活动，以及防止房地产的市场泡沫化。那什么是投机活动呢？投机活动其实就是以低价买入房产，然后高价抛出的一个行为。总的来讲，就是要制止炒房的意思啦。那这里先来让大家看一看关于这个 RPGT， 也就是产业盈利税的这一个图表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如果你本身是大马公民，又或者是马来西亚的永久居民的话，你在购买了这个房产的3年以内，如果你在3年以内你要抛售出这间房产的话，你就要给一个30%。可是呢，如果在第4年你决定要卖出去的话，你就只需要给一个20%，第5年呢就是15%，在第6年之后就是0%啦。但是如果你是外国公民，也就是非大马公民的话，你在前面的0到5年都是要给30%的 RPGT， 在6年过后呢，你要给的税务是10%。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公司机构的话，你在0到3年要给的是一个30%，第4年是20%，第5年是15%，接之而来的第6年以上的话就是10%啦。公司机构的意思就是以公司的名义去购买，所以如果呢你本身是有打算买房子来赚钱或者是投资的话，又或者是纯粹只是想单纯卖掉你的屋子，可能有一些人还变成新加坡公民啊，或者是想在新加坡买 HDB 新加坡的政府租屋，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他们就没有办法需要去卖掉他们现有的房子。那通常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你就必须要注意这个 RPGT 了。但是呢，就是依据那个年份啦，就是你在买的时候跟卖的时候的那个年份需要注意一些。等一下我们会给一个 example 啦，如果你已经不是马来西亚公民啊，又另外讲。然后它这个年份到底是从几时开始计算？它是从你的 S&P 就是买卖合同的日期开始计算的，5年是，或者是1年、2年、3年。那到底 RPGT 要怎么样计算呢？所以这边来个 example 如何计算这个 RPGT。这边呢也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。它的基本的 basic computation 是这样子的，通常呢它都是以你的抛售价，也就是你现在想要卖的价钱来扣除你原本买的那个价钱，是，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 chargeable gains 的一个数目，然后这个数目呢还可以扣除一些 exemption， 如果有的话，会扣除一些什么费用呢？可能你当初在买房时候，你肯定会需要给律师费啊、印花税啊，如果你要找 agent 的话，可能你给agent fee 等等，这些你都可以扣出来的。你那些 receipt 当然是要收好啦。扣出来过后，也会得到一个 final 的 chargeable gains。这个 final 的 chargeable gains 呢，就可以来乘那个 tax rate 了。对，乘了过后呢，你就可以拿到 RPGT 的总数啦。就是可能原本你要付一个2万块嘛，那你扣除那些费用啊，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哦。当初你给的律师费、印花税等等全部扣出来。For example， 如果是说今天我在3年半前买了一间房子，价格是500千马币，那3年半过后，我以600千来卖出去的话，那我总共呢是赚了一个100千嘛。那100千，我在3年半，我的 RPGT 的 percentage 是28%。那我100千乘一个28%，我所需要付的那个 tax 呢是20千马币。那来到这边呢，可能就会有观众会问啦，这个 RPGT 有没有的好 exemption？ 那其实答案是有的，但是呢，这个 exemption 的东西我的建议呢是 refer 回你的代表律师，又或者是你的代表税务员，又或者是 refer 回 LHDN 的网站比较好。再来呢，这里可能给一个 case study。假设如果你在10年前购买了一间房产，但是呢，最近10年过后你决定要卖掉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现在已经不是马来西亚人了，
了。当你在卖掉这个房产的时候，你就一定必须要支付 RPGT 的18%，因为就算当你在购买这间房产的时候，你本身是马来西亚人，可是你在卖掉这个产业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马来西亚人了过后，那么自然而然呢，就会根据非马来西亚公民的 percentage 去走了。对，就是第10年的话，就是要付一个18%的 tax。那么在申报 RPGT 的时候呢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这有一个图表给你们看。这个 form 呢，就是刚刚我所说的，如果是你当时候买房的时候，你有给的一些律师费啊、印花税，还有 agent fee 等等，你都可以填在里面。不过这个不是你填啊，通常是律师那边会做的。又或者是你的税务代理。总的来讲呢，就是在填写这张表格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是单单填写你的抛售价跟购买价，因为这些都是可扣除的费用来的。就好像我们在平时报我们的 income tax 这样子，可以扣的都填下去就是了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希望这支影片呢，能够带给你一些有用的资讯，就是可以让你更了解卖房的时候呢，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啊。除了律师费以外，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，就是 RPGT Real Property Gain Tax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给我们一个赞。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，赶快订阅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